Hello，今天是一期 self care 关爱自己的好物，基本上都是女生向的。女孩子们每年都要多爱自己一点点。首先，第一个 Touchland 的手部消毒喷雾，其实我从大概19年就开始用它们了，当时也买过很多送周围的姐妹啊，因为我觉得这玩意儿好好啊。它不同于传统的那种黏黏糊糊的 sanitizer， 它是这种喷雾的，消灭手部的细菌和病毒，同时呢可以保持手部的清洁，不会黏了吧唧的就很难受。而且这个里面还添加了保湿成分，用了之后呢手也不会太干燥啊，不然出一趟门搓好几次手都疼。它有很多种口味。什么口味？有很多种香味的味道都很清香，每个包里面都可以放一个，很可爱的，也挺好看的，也不会撒包里面。而且因为最近 flu 真的很严重啊，一定要注意手部的卫生。能洗手的话，肯定是比这种 sanitizer 强的，那是一定的。这个只是在没有洗手的条件下使用的啊。第二个是一个我特别爱的水壶，我每次拿出来的时候都会有人问啊。之前我在 IG 发健身 story 的时候，也经常有朋友问，它这个是 Memo Bottle 的 Slim 那款，就超薄的设计啊，环保材料，非常轻便耐用。然后呢，它是一个双层结构，就是它还有那么一丢丢的保温的功能啊，它肯定不如保温杯好使好保温了啊。而且呢，因为它扁扁的设计嘛，就很容易放到包里面。因为我自己真的不是很喜欢捧着一个水杯到处走的，我也不喜欢带吸管的那种水杯，就是我总担心自己洗不干净啊。我知道很多人是很喜欢，就是走哪里都捧着一个大水杯的，我就会觉得比较烦，我就觉得少了一只手的感觉。我是习惯把它放到包里面带着。那因为这个它也很薄嘛，就不怎么占地方，拿着喝水的时候，这个握着的手感也是很好的。但是提醒大家，它是不能立在桌子上的，就很容易倒。所以呢，它还有一个 stand 支架，我老公都要笑死了，说你这破玩意儿有没有搞错？还整个支架。我没有买啊，我怕被他嘲笑。然后它还可以换这个瓶盖，我有一个银色的，一个铜色的，就是可以换嘛，就心情很好。它有一款是黑色的，黑色那款也很好看。我记得有一次刷那个小红书，刷到恩利，然后他就拿了这个黑色的这款，我当时觉得，哎，小伙子很有品味嘛啊。他们家还有一个大号的，也是很扁的那种水壶，就特别像18、19世纪那种扁平酒壶啊，可以买来送男朋友。OK， 下一个洗澡巾，这个简直太好用了。他们还有一个就这么大的一小块包着的海绵的，那个不如这个好用。自从我发现了之后，简直打开了我洗澡的新世界的大门。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后背啊、腰啊，很多地方就是够不着啊，尤其是我后背真的比较油，因为后背的这个皮肤和面部一样，它是皮脂腺比较活跃的，很容易分泌油脂啊，也容易长痘痘啊什么。去油脂啊、清洁毛孔啊，真的很重要。虽然我后背时不时的会用那个带水杨酸的产品清洁啊，但是你们懂得，有的时候就是想要搓一搓那种感觉啊。它不算是搓澡巾，就是它没有那么拉吧。它这种微纤维和这种编织技术呢，可以比较温和的去除死皮细胞，促进皮肤新陈代谢啊。因为它很长嘛，就可以2只手这么撑着啊，清洁后脖子呀、后背啊、肩胛啊，就是腰部啊这里就很顺手。而且呢，它也可以用它轻轻搓四肢啊什么的，但是我一般不会用到，因为我四肢的皮肤是比较容易干的啊。脸部混油皮，全身混油皮，你可以直接用它沾水清洁，也可以加上沐浴露，它可以把泡泡打得很丰富、很绵密，真的非常好用啊！我老公也很爱，因为他后背更油。OK， 下一个 Real 的卫生巾，关爱女性健康啊！卫生巾这个东西，我好像就是在很多视频里面都提到过。我建议大家一定要买有机棉的，因为它接触我们太近了，这里又太脆弱了。很多妇科疾病其实是不良卫生巾导致的，这个大家可以自行去搜索。而且呢，我是属于非常敏感的。就是很多大牌子的卫生巾，我用了都会觉得很敏感、很不舒服。那这个呢，是我试过这么多感受最好的。自从我用了它之后，再也不换了啊。确实是不便宜，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。而且如果你买很大包的话，就还好。就像那个 Simple Human 的垃圾袋似的，你看着很贵，我们家一次买1年的，单个价格可能比 Costco 最便宜的垃圾袋还便宜啊。它的这个表面呢是这种很绵柔的表层，就是接触很细腻，长时间使用也不会感到闷热不适。然后它也是什么 size 都有，我觉得 regular 是最好的。然后它也有棉条，就是做的也很舒适啊。但是我不怎么用，就除非是我有活动要穿裙子什么的，我90%的时间，我99%的时间都是用卫生巾，因为我是真的很敏感，我也不希望棉条导致 pH 值变化而影响我的菌群平衡。那如果你是很习惯用棉条的话呢，一定要买有机棉的，因为它是直接接触啊，如果有漂白剂啊或者是化学物质啊是非常不好的。而且低质量的棉条呢可能会有一些纤维残留，就会增加感染的风险。也要记得按时更换棉条，是必须要按时更换的，不然可能会引发 TSS， 就是中毒性休克综合症。这个大家也可以自行搜索一下。OK， 下一个颈贴颈纹贴。
这个整体我还是处于一个中立的状态啊。但是如果你能坚持贴一晚上，第二天颈纹这里真的会淡很多。不过我坚持不下来，真的我戴着睡觉太难受了。睡好觉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。我是什么时候用呢？就是睡觉之前，因为我会躺在床上看会儿书啊，看会儿手机啊。虽然我是有这个支架的，但是我还是会时不时的低头。所以呢，我一般洗完澡之后，就是我躺床上做 LED 面罩的时候，我就贴上它，毕竟是我一天中低头的时间最多的，那防止出现颈纹嘛。那它这个本身呢，也含有一些什么抗老成分啊，但是我觉得它最重要的作用还是物理作用，就是你贴上了嘛，就没有褶子了嘛，就糊在这里，它也能够暂时的淡化细纹。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坚持整晚使用，你可以试一下，就是一天晚上就有效，第二天肉眼可见的颈纹会少很多。那如果你第二天有活动的话，可以前一天这么来一下子，但它算是比较暂时的作用，就是除非你可以说你每天都戴，永远都戴啊。OK， 下一个肩颈按摩器，这个是我买过的、戴过的，觉得最舒服的啊，也不能这么说，就是我自己觉得最适合我的啊。它其实是比较小型的，我还买过那个特别大的，就比这个贵，比这个沉，然后这两边当啷着，需要用手这么拽着的那种啊。那因为我很多时候我用这个按摩器是希望解放双手，因为我对着电脑的时间真的很长，我还是需要手的。这个是可以带着工作、带着看电脑的。如果你需要用手调整一下位置的话，就是你可以希望加大力度啊，就是使劲在这里啊。其实这一类的按摩器呢，我觉得比大型的按摩椅对肩颈更友好，因为它这里更突出，它力度也会大很多。很多时候呢，可能按摩的力度大的就是我都有点受不了，我觉得它能给我按伤了。可能按疼好几天啊。因为我们家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零重力的全身按摩椅的，买了差不多4、5年了，绝对回本了。就我爸妈基本上就是长在上面的。这个呢其实全身放松还好，但是针对脖子这里它就不太够给力。那我最需要按的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肩颈。我相信很多年轻人也是这样的，多多少少这儿都疼。所以呢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就是它又比较小，也不丑，戴上也很轻便，收纳也很方便，而且呢也很便宜啊。你说买一个大的按摩椅多少钱？3、5千刀可能挡不住吧。那这个呢才30、40刀，就还是挺值得的。我一般是下午的时候，因为我下午真的很累很困，就是我拿着这个按一会儿放松放松啊。它也有一个加热的功能，就如果你喜欢的话啊，我有的时候呢会结合我的 Therabody 的按摩眼罩，来一个25分钟的放松，就是能把下午最困那个劲儿轻松的挺过去。真的，我现在也不挣扎了，就是我困了我就眯一会儿。我要对自己好一点。我还有很多专门针对肩颈的好物啊，如果你也是天天这儿疼的话呢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我再专门做一期啊。然后是这个头部的按摩器啊，这个其实是头皮按摩器，也是很便宜的。它是需要你拿在手上，就是在头皮上不停的移动的，就有一点痒痒的，还挺舒适的感觉。因为我是很喜欢按头皮的，我也特别喜欢梳头发，比如说这种气垫梳啊，我经常咔咔咔咔梳头发梳很久，就是增加头皮的血液循环啊，也会觉得很放松。但是呢，就是感觉这种渐渐的普通的梳子就已经不能满足我了，我就入了这个头皮的按摩器。有的时候洗完澡吹完头发之后呢，就是头皮上会滴几滴那个生发精华液，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的这个 Vegamore 超好用的。然后我用这个呢会按一会儿，就是非常舒适啊，不用按特别久，就按个差不多1、2分钟这个样子就足够了。OK， 然后是这个容蜡灯，这个是我在分享床头的加湿器啊、空气净化器的时候啊，也有人问啊，说旁边这个灯是啥啊？这个是我找到的能在北美买到的最好看的了。它呢是可以调整亮度，可以定时，比如说你希望它快一点加热，让上面一圈赶紧化了，你就开到最大，真的很快啊，马上就好。但是上面一层融化了之后呢，就建议开到最小，或者是有时候如果你不想点明火，就是你可以直接开容蜡灯最低档就可以了，就相当于直接加热蜡烛，这样也能够持续释放这个蜡烛的香氛，而且呢无烟呢、无碳化呀，就更加安全。不过要提醒大家，因为蜡烛只是被加热融化，蜡本身几乎不会被消耗，但是这个香味儿呢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散尽，就是它会越来越淡，变成了一个空壳，灵魂已经不在了，你就只能换蜡烛了。当然了，这个就看个人喜好了。我主要是在蜡烛表面有坑的时候才会用一下，我还是会继续点。我很喜欢把它烧没的感觉，而且我特别喜欢闻那个蜡烛吹灭时候的味道，就是那种略带焦糊和鱼香混合的香味儿。
soothing。 OK， 最后一个是这个魔方啊，这个真的是对我很重要的一个东西。虽然我的水平很差，我很菜，但是呢，我很喜欢玩魔方。甚至我有的时候出门我都会带着。大家还以为是给我儿子玩的，其实是我自己玩的。我这个呢是干最新出的14M Pro， 我之前还有一个11M Pro， 那个就是旋转手感也非常好，也是我玩了很久的，后来被妹妹整丢了，找不着了。然后我就买了这个最新款的带磁悬浮系统的，它的磁力归位也是非常的强劲啊，拧得很爽，过渡是很细腻的啊，比较适合专业玩家。就我拿有点绰绰有余了，就是有点杀鸡用牛刀那种感觉。如果你只是没事玩一玩，换换脑子啊，我觉得11M Pro 就足够了。虽然偶尔会 pop， 不像这个14M Pro 它是有了防 pop 功能，就是它的稳定性有很大的提升，各种参数也是随便调啊，极致丝滑了啊。就我这破水平，我有点跟不上它的速度啊。然后呢，我还有一个2阶的，就是因为它算法更简单嘛，就有的时候会和我的儿子一起玩，就是偶尔玩一玩还挺爽的啊。是我长期放在办公桌上的，工作累了呢，我就开始拧。那你也可以把它放在白色的盒子里面，就不会看起来太碍眼。其实魔方对大脑的好处是非常多的，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啊、记忆力啊，因为你也要记住这些 algorithm， 锻炼大脑的协调性，延缓大脑的衰老啊。对于我来说，最重要的是压力的缓解，就是尤其当你专注于拧的时候，暂时的从这种压力和焦虑中抽离出来了。就是你看我拧的慢也是有好处的。我相信大家买来也不是为了去比赛啊，就是个爱好嘛。我也非常建议大家，无论你的年龄啊，你都可以试着玩一玩。那以上所有的产品呢，除了每一项我都会单独列出来以外呢，也会有一个直达的 list， 就是点进去之后呢，全部的产品都有。那我也会经常在里面 update， 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的 Amazon Storefront， 里面有各种的分类啊，比如说旅行好物啊、科技好物啊、什么家居好物啊，全都在里面。这个个护系列呢，之后我也会做关于皮肤啊、头发啊，就是这种变美的这一类 Amazon 的好物的分享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不要忘了帮我点一个赞啊！那我们就下期见啦，拜拜。